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川普正在伊朗大杀四方的时候，中国现在在干嘛？中国政府现在正在杀自己人，把自己人当韭菜一样一路割下去。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看到今天在网络上这一篇贴文，现在中国网友都在喊一个口号，叫做“抓住梁文峰，赔我血汗钱”。梁文峰是谁？就是 DeepSeek 的创办人梁文峰。那为什么他们今天要去声讨他？原来他说有2.5亿的散户深陷被 AI 收割的困境。换方量化狂赚了350亿，就是梁文峰所创办的子公司之一。大家觉得很奇怪，中国股市怎么会让散户赔这么多呢？我们看到这一张图，上海的 A 股从去年开始不是一路欣欣向荣吗？不是拉得非常非常高吗？如果今天一般是散户的话，你投多少进去，你也不可能赔这么惨吧？但是残酷的事实来了，你看到中国的新闻，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扎心。为什么扎心？原来2025年有76.8%的散户巨亏，他说这个亏损比例高达多少？高达了81.1%，平均收益率为-23.6%，人均亏损约2.1万元。为什么今天股市这么高的情况之下，他还会散户没办法赚到钱？原来这些钱都被梁文峰割韭菜去了，他用了特殊的方法，竟然能够大赚特赚，散户越来越惨，而这一把火恐怕已经要烧到中国的高层了。当你今天政府跟我讲说我们国家 AI 棒棒的时候，我也投资你，我也相信你，我也看到股市一路上去了，但是我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我就是亏损了。所以这把火烧下去，中国当然没有办法承受，没有办法去忍受。所以你今天看到一个讯息，这个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马兴瑞又落马了。人家说什么？恐怕是他的整数高层跟贪腐是有关。但其实这个马兴瑞落马非常简单，就是因为马兴瑞就是房地产会搞砸的元凶之一。国珍哥，我们刚刚讲今天为什么马兴瑞是被砍掉？因为他跟房地产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砍完之后，我至少给中国人民一个交代是在上面。但是我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梁文峰可以砍吗 ？AI 可以砍吗？DeepSeek 可以砍吗？所以，当我们都在关注美伊战争、关注全球油价的时候，中国竟然兴起一个浪潮，在怎么样？在问房市跟股市为什么大家赔大钱？是谁害了房市大跌，让中国人过去几年这么惨？对，又是谁让去年的 A 股看起来明明大涨，可是散户们都赔钱？现在问题出来了，中国正在兴起运动，是要开始抓战犯。砍是谁害中国人赔钱？抓住梁文峰，赔我血汗钱。对，中国现在兴起的一个运动叫做抓住梁文峰，赔我血汗钱，因为有2.5亿的散户都被他收割了，你知道吗？去年梁文峰的放方量方，他的收益率竟然达到52%，赚了300多亿人民币。可是你相比中国股市去年散户的平均而 A 股的话，整体有赚钱的18.9%，亏损呢达到81%，等于80%的人都在赔钱，平均收益率就大家赚多少钱是-23%，人均亏了2.1万人民币。那大80%的散户都在亏钱，还亏了2万多。结果这家伙竟然靠什么赚钱？靠着政府政策的支持，他把伺服器安装到交易所的机房，靠着你的讯息，你的效率比别人更快，而且你还可以享受 T+0，就是我们一般交易的话要等第3天才会交割，它没有限制是 T+0，竟然用 AI 来割散户的韭菜，形成一个完美闭环。所以现在这个运动一起来，大家就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也同时在兴起，是习近平的爱将新疆书记马兴瑞落马了。落马原因是什么？万科又亏了4000亿台币房地产，而且万科是全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今天动了马兴瑞，是在问一个问题是：到底中国人在房市亏了这么多钱，是谁让房市这么惨？那抓到他就可以惩罚元凶，是不是代表要平息整个民怨？开始有可能梁文峰这个 AI 英雄，去年还是中国 AI 英雄，接下来会不会是全民要声讨的对象？我们看这几天中国的几乎非常一面倒了，几乎全中国都在探讨什么事情？梁文峰要赔我血汗钱，然后去检讨说为什么梁文峰可以割大家的韭菜，收益率这么高，他是怎么弄出来的？甚至还跑去问 DeepSeek 问个问题，你知道吗？问 DeepSeek。请问一下，2026年哪些股票会涨？结果 DeepSeek 不敢回答了。所以你看当他今天在问的时候，他讲了一大堆，问了一大堆，答一大堆，就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他不敢回答，不敢正面回答对，因为全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的视频，我们看到整个中国几乎一面倒的出现所谓的抓住梁文峰，要声讨梁文峰，还我2.5亿股民的血汗钱，以短视频拍了一大堆检讨他，结果你跑去问 DeepSeek， 他不会回答，因为 DeepSeek 把他守住了。但是如果中国股民换一个 AI 软体问豆包梁文峰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被骂，我们就可以告诉你答案，是因为他开外挂作弊，是股市的屠夫哦，他在收割散户的钱哦，然后他实在太有钱了，赚非常的多钱，而且算准散户的问题，然后刀刀割肉，然后加剧市场的崩盘。其实股票会跌，跟他也有关哦。梁文峰之前的话也被抓出来，他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什么叫量化交易？量化交易就是来赚人类投资者的钱。简单讲，回答就是。中国去年股民会赔钱，对，可能都被他量化交易给收割了。所以量化交易是所有人的钱我都要，对我全拿。更可怕的是，过去中国政府力推梁文峰在发展 AI 的话，现在变成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散户你平均每天晚上很认真的玩什么 KD 线啊、MACD 各种线型，甚至你好好的做功课，结果他竟然是用中国政府力挺的 AI 来割大家股民的韭菜。他到底是怎么做到？因为有政府的支持，你刚才回答得很好，所以中国网民就怎么说？他其实是把伺服器装到了交易所的平台里面，装到里面，它有个好处，什么？物理距离就几秒钟。好，什么叫量化交易？就一般人我们在看股市，在翻价格在飙涨或者是拍卖的时候，你1分钟大概看到5、6笔的交易，结果他把伺服器装在里面，它可以怎样？看到比你更多几千笔的交易，其实数字都在里面，就好像人家在跑100米的时候，你要蹲下来好好的准备起跑，他的已经站在终点线面，抬腿就是过了终点了。他看到了数据跟看到了能够下交易的单比你快非常的多，对，所以等到你看到股价涨了，你才追进去，其实他已经杀出去了，已经把股票卖掉了。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你以为是你在跟正常人在交易吗？其实不是，很多数据其实都只是代码，对他来讲都是靠 AI 交易。所以当人脑你在判断那些数字跟股市交易的资讯的时候，其实它是用 AI。所以你在交易一笔的时候，它已经上千万笔，所以这个叫大量量化的交易。所以人脑是比不过电脑，再加上它伺服器的速度又装得比你更近，所以他看到了资讯快你非常的多，所以你刚刚我们才看到一件事情，当网友去问豆包的时候，他就直接说他开外挂，没错，难怪可以赚这么多，而且是在割。当你看到以为股价在涨，你追进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数据跟资讯是落后梁文峰了，他就准备到户给你。所以为什么说他是加剧股市闪崩的原因，特别是量交易大的人，因为这就是在割散户的韭菜。所以你现在摊开整个去年梁文峰旗下基金的整个报酬率，真的吓坏了全中国的投资者。你看到这一段叫什么？你看这个标题：梁文峰炒股日赚1亿。段永平时也没人打过他，太厉害了吧？我们刚才就讲嘛，全中国散户其实有80%是赔钱，平均是-23%。结果梁文峰所有旗下基金全部报酬率就超过5%以上，而且很厉害的是，他可以用什么 AI 的资金。中国去年不是投资很多 AI 的资金吗？所以用 DeepSeek 可以更多的算力跟硬体，所以还被网民怀疑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前一阵子 DeepSeek 不是宕机超过10几个小时吗？所以中国网民也质疑一件事情。到底你是拿政府支持的算力跟硬体拿来做 AI 的研发，还是拿来做所谓的量化交易？全部都拿去研究怎么在股市收割股民，来割韭菜，就被人家质疑一件事情。所以你现在被人家传说当时宕机，是因为你拿去炒股用的。对，因为全中国的股民去年真的是模范的一年。你整个看整个上海股市，整个赚钱的人比率才18.9%，赔钱的81%，人均赔了2.1万。对，那为什么梁文峰我告诉你2024年的时候，他的绩效其实是排不到前10名的从中国的机构里面，他排行是第2已经窜到第2名。这时候就会让整个中国股民产生一个问题是：国家支持 AI 的发展，到底是让股民投资 AI 赚钱，还是让梁文峰用 AI 来收割大家的钱？梁文峰旗下的基金每一档赚到饱，这个问题就发生了。所以全中国就在质疑，
到底是谁挺了梁文峰？到底是谁让梁文峰可以割全民的韭菜？那我们把画面回到去年的2月的时候，那时候中国 DeepSeek 不是在过年年后所谓的横空出世，惊呆了全世界，杀了所有人，甚至让大家怀疑辉达是出问题了，大家也不需要这么多算力了。那时候是谁见了他？有多少人希望能够跟习近平见面握个手？就代表什么？在中国路透社就讲很清楚，在中国，你只要握了习近平的手，就是代表什么？官方在挺你，官方在支持你。所以路透社说什么？那时候百度就是因为在这一场中国科技大佬的会议里面没有见到习近平，隔天股价就跌了7%，这么严重？对，就是中国，因为这代表什么？中国官方是在支持梁文峰，所以梁文峰做什么都会得到方便，甚至会有官方资金跟政策加持。对，就回到最前面，大家为什么质疑说，你凭什么可以把伺服器放在交易机构里面？凭什么我一样从100米在跑100米的时候，在终点线前我在这里蹲准备起跑，你已经在终点线准备跨过去了，我再怎么投资我都比不过你，甚至你都在割我韭菜，甚至官方政策，甚至官方单位还在护卫他。这是去年8月发生一件事情，是梁文峰的换方亮方涉嫌1.8亿的佣金，他是怎么玩你知道吗？因为台湾也很多人做当冲，那当冲的量很大的时候，他其实不是要赚股价的钱，他是要赚证券商的退佣的钱，因为你交易金很大嘛，他可以退手续费给你嘛。结果你知道梁文峰人怎么干吗？他安排自己的亲戚充当经纪人，那用他的银行卡来收退佣，所以用的是投资的钱哦。对，这个钱其实很多人委托他们这些主管说我给你代操。可是你代操产生很多退佣，是不是应该回到这个机构？对，结果这些机构的退佣的钱全部回到自己的亲戚的银行卡或账户里面，就被他拿走了。对，他自己的内部的高管，其实用这个方式套走了1.18亿的人民币，也是非常惊人的钱。结果后来只是离职查办，没有任何刑法问题。那代表什么？其实梁文峰是不是因为有中国政府，特别是握了他的手，握了习近平的手之后，中央钱进来了，中央的保护伞也进来了，你要怎么搞？没事的，反正习近平现在要搞的就是 AI， 你怎么做都没有事的。结果更可怕的是，去年我们不是经常在讲所谓的中国 AI 小龙要挂牌要上市了吗？每家股票都大涨啊，每个都说我要成为小辉达中国股民一大堆人去抽签啊，所以抽签率就很低啊，因为都知道可以赚大钱啊，1万张其实只能抽到4张，所以中签率是0.036而已结果梁文峰竟然有资格是怎样？他可以分配，就等于大家辛辛苦苦的要抽签，结果他可以分到6.13万股摩尔县城对只有0.036的中签率，结果他拿到了6.13万股，这代表什么？这是什么天生好运啊？这代表怎样？他其实除了可以用所谓的量化交易来割大家韭菜，连炒作新股他都得到了特权，他可以提早有直通车，提早替他开方便之门。别人辛苦的抽签，他已经拿到原始股票了，那一上市他就可以倒掉，又割大家韭菜。所以那时候，摩尔县城一度涨到1000块人民币，结果现在又被人家割韭菜，又股价大跌。那你如果提早进场的人，是不是又割了大家韭菜？也难怪中国股民一件事情问题就很大了。去年是中国 AI 最兴盛的一年，它是大家 AI 支持的英雄。结果你如果真的去投资 AI 股，哪个没有赔大钱？就变成是为什么大家要去声讨梁文峰，是因为原来你用的 AI 梦想在割我们大家的韭菜。所以梁文峰他背后非常简单，就是有政府有习近平在那边罩你，所以他才能够大搞特搞，所以 AI 到现在才可以割这么多人韭菜。但是我们刚刚讲到房地产可就不能开玩笑，因为这个火正一路烧上去之后，我们刚刚讲，今天习近平可以把他心腹马兴瑞砍掉，都是因为跟房地产是有关系。他希望通过这个方法，真的可以止血吗？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你每天辛苦赚的钱，不外乎就2件事情：房市跟股市嘛。股市被梁文峰割了韭菜，所以2.5亿股民才要透出我的血汗钱，这个运动起来嘛。还有再来就房市嘛。
到底是谁让中国房市过去几年这么惨？好，一家公司的答案已经出来了。万科集团，全中国最大的地产公司，现在它整个亏损哦，去年的亏损已经出来了，又赔了人民币800多亿，新台币赔了4000多亿，2年已经赔了1380亿元。非常惊人了，等于过去万科这家公司从成立到现在，光这2年已经把所有的钱全部赔光了。更可怕的是，它今年到期的债务还有1600多亿人民币，但是它账上的现金只有500-600亿，它几乎完全还不出钱。它把所有的账上的现金全部还，也还不掉，那会代表什么？中国房市还会更惨。那一家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为什么搞到今天？为什么让全中国人房价都跌到负资产？跌了6折、3折都有可能出现。到底是谁把这件事情搞烂的？所以中国开始在抓了。这个人王石，万科的创办人，你办了这家公司几10年，结果你竟然可以安全下庄，跑移民到东京去，到处可以看到他在东京出没的现象，还带一个小明星在车上摸他的大腿。对，中国现在要清算他了。让你爽了这么多年，你要回来了，你要面对了，要让中国人民知道到底是谁让房市这么惨，一个都不能放过。王石被禁管了，可能就要开始查王石了。更厉害的是，有个人也落马了，这个人是习近平的心腹大将马兴瑞，从深圳市委书记一路做到了新疆书记。他当初干了什么事情？2017年的时候，他主张一件事情是，万科那时候爆发股权之争，有一家民间的叫宝能集团要去抢万科的经营权，结果他竟然跑出来是怎么样？要求深圳地铁公司去当白马骑士，去买下了华润跟王石这些人的股权，所以万科的股权就一下子变成谁最大股东？深圳地铁成为最大股东，结果谁走了？王石走了，华润中国的最大的国企华润走了，华润把股权转让之后就没有股权了，他就没有今天赔了这么惨。对，结果深圳地铁现在爆成什么问题？袁大头，当初不是你马兴瑞叫深圳地铁进来，现在深圳地铁赔爆了。对，1年就亏了300多亿，还有今年到账了1600多亿，还要叫深圳地铁再赔钱。所以深圳地铁本来被称为全中国最赚钱的地铁公司，现在变成全中国债务背负最多，因为现在万科的账上还有8000多亿，将近8000亿的债务要还。对，你怎么还？深圳地铁公司拿全深圳的人民的钱都还不了，所以马兴瑞的政治责任被追究了。可是追根究底是怎么样？当美伊战争打得那么凶的时候，中国开始这样在房市跟股市要找到罪魁祸首，要让中国人民全部去看看，到底谁是把房市跟股市搞烂的。钟哥，我们刚刚看什么？包括了房市，包括了股市，中国人民不爽，我投资什么就亏了什么。没错，而且中国人民心里也知道，真正的凶手真的是梁文风，真的是马兴瑞吗？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是大家不敢讲，为什么？现在习近平是完全权力都是一把抓的，谁忤逆他就完蛋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讲？今天看到这个画面，这是毛泽东的孙子哦，去祭祖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个女子突然拿了一大个公文冲出来，要干嘛？拦轿喊冤。他说过非常苦，没想到第一时间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看都没有看，赶快走了。为什么？你只要接了那一个陈情书，对你真的就完蛋了。没错，刚才我们提到说房市不好，然后这个股市不好，你要把它怪罪成第四的梁文风还是这个马兴瑞吗？当然了，大家都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嘛。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出口现在那么糟糕，这个都不是他们一些中下层的人能够决定的，一定就是最上层嘛。最上层是谁？当然就是习近平。对，问题是大家敢骂习近平吗？习近平你现在党政军什么一把抓，他还有那么多的这个所谓新科技可以监控你。对，大家当然就没办法，没办法的时候我们就讲。中国就会出现很多的社会现象，就是在对当局的反抗嘛，包括之前的宪宗事件嘛。那今天呢，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毛泽东的这个孙子毛新宇，他就回到他们老家，他们老家在湖南的这个韶山，他们祭祖啊，祭祖的时候就是你看他带着他的儿子女儿去祭祖，然后就是说我们伟大的爷爷这样一个状况，就在那边祭祖，浩浩荡荡的一堆人啊，突然之间他要离开了，对，毛新宇要离开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个女孩子杀出来了，对，杀出来，他拿了一大叠资料。拿了一大叠资料之后，就是这个人，对他其实是跑到毛新宇的这个前面去跪下，
好像要递给他一份陈情书这个样子。就照你知道吗？毛新宇连看都不敢看他，为什么？因为如果我接了的话，那我怎么办？这是大家都镜头上面都看得非常清楚，我接了我就要处理这个事情啊！我处理这个事情，我哪知道是什么棘手的事情？所以我当作没看到，然后呢，就马上就有随扈呢就把这个女生推走了，把她架走了一个状况。好，那你讲为什么要找这个毛新宇呢？就有人就解读说，因为毛新宇代表就是毛泽东嘛，对，那我们宁可跟毛泽东申冤嘛，我们也不要给这个，因为习近平没办法申冤嘛，他们可能是借由缅怀毛泽东这样的方式呢，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好。所以你就知道说，这其实某些程度来说的话，当然就是也是民众对当前不满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那个民众为什么今天去找毛泽东的孙子？因为去一些什么信访局等等，对，去陈情都没有用啊，没有人理我啊。是啊，我能怎么办嘞？对啊。先找毛泽东的孙子，这是我最后的方法。对，我想说毛泽东孙子或许可以帮我说话嘛，就好像也没办法。毛新宇当然就是当成没看到这件事情一样。好，那我们讲除这个4月这个清明节，除了这个毛新宇这件事情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中国人民都在讨论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有一个传统，就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呢，这个清明节到了之后，你们要徒步到我们当地最近的忠烈祠啦，或是一些这个值得纪念先烈的地方，你要给我徒步走到那个地方去。就这样，在宁夏就有一个固原氏，他就安排什么？他已经连续31年了，他要前往这个陵园去这个祭拜烈士。你知道吗？他们要从学校出发，从他们叫固原氏的这个中学走到他们这个陵墓要多少远呢？来回要54公里耶！我没听错，你说走去那边，我觉得可以，是1公里、2公里，我都觉得可以，是。来回54公里，54公里很远呢，这行军吧？对，你看他们就这样子一堆人这样走，人这么多，对，他们在第2中学集合的时候，有大概2000名的这个小学生就走过去，赵尔，你知道这个不是只有平路，上山下岭，这样来回，你看他们就这样子爬山爬出去，这人这么多，这么多，有数千名啊，2000名走过去的时候，就你知道吗？他们走了多久？赵尔，你知道吗？他们整走了15个小时。从白天开始走到晚上，然后又到白天，然后就有很多人就说受不了，所以你看，旁边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小孩子，都已经体力不支了。你看这个人，他已经眼神死了，他根本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人已经体力不支了，没办法睡觉15个小时。你看这个人是要被扶的。对，那你知道吗？很多老师根本没那么多人呢，他们家长还在旁边走，因为怕说小孩子身体不舒服，很多小孩子都开始在旁边都被窜的那个状况，还有人在那边哭啊，还有流眼泪的这个状况，还有流鼻血一大堆的这个情形，然后就有人就说，这根本是形式主义。你说真的这样去，他们就会比较爱国吗？会这样子吗？他说这个典型的没苦硬吃，坐大巴士的话，老早就抵达；坐大巴士来说，搞不好一个30分钟就抵达了。你纪念先烈的方式有非常非常多种。对，他竟然选择这一种苦行僧的方式。对，没错。好，那除了这个，在这个宁夏这个地方，还有在江苏还发生一件比较不幸的事情，他们在3月28号走了10公里，就没想到有一个叫张伯涛的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没想到就走了体力不支，就倒在路边。倒在路边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人发现他，他就因为这样就过世了。对，过世的时候，你看他妈妈就这样拿着他的这个照片来这边申冤，说我的小孩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要这个学校给个这个说法，对，就没想到学校叫远景出来揍他。就是这样子啊，就没有这件事闹上去的时候，学校跟这个远景都当成没这回事，这样就说这就是这样子啊。好，那除了这个江苏这件事情之外，你看还有这个在这个陕西榆林，他们走了18公里，对，这真的是上山，对，真的差一点下海。这个坡度不是开玩笑，是，这是有坡度的山。对啊，所以就很辛苦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吉林的有一物业就找业主，就找他们的相关的这个买房子的人，就说，我们要到4平烈士的去祭坟，然后小学生也要来参加。就这个是学校发动的，然后这是私人机构自己发动，你就知道说他们现在全民都在搞这种事情啊。不是钟哥，这我觉得我最搞不懂一件事情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从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对，他们真的想发自内心去参加这活动吗？当然不是，没有。他们是被学校逼的，是的。那学校干嘛去干这种事情？是，我也很累啊。是，因为上面还有高层，当然做给高层看，高层上面还有高层，对，没错，全部都是假的。我跟他讲啦，事实上就有人在问嘛，就是说，雇员3000学生徒步108里的这个纪念英烈，是不是太折腾了？哈，就有一个人发了文章，这个叫做君正平啊，他就发了文章。他就说什么君正平，你知道，面对质疑，这些徒步100里的记英烈的这个少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就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说，
100次空洞的说教，抵不过1次刻骨铭心的行走。因为1次刻骨铭心的行走，心里种下一颗热血担当的种子，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继往开来的力量所在啊！所以也就因为中国官方的立场，他们必须要这样做。好，那么军政平就是这个人啊，军政平，你看。军政平他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嘛，所以就是他是解放军，我们就骂这个他骂这个竹峪的将军，就是你这粉底将军，这个也是他嘛。现在要出来就说，我们要种下我们这个热血担当的种子，你要去走啊，人都死了，所以我才说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很多家长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形式主义啊。那除了这些折腾之外，最近中国也发生非常多奇怪的事。我们之前不是说吗？中国很多科学家不见了，消失了，雷达专家、核武专家，对啊，相关专家都不见了，飞弹专家，然后还很多那种所谓的官员都落马。这几天发生更奇怪一件事。居然就中国院士，那中国院士来说的话，因为他能够当到中国院士，都是位高权重，中国都会用最好的方法去照顾他，就没想到居然有几个院士接连死亡哈。李幼平他是中国这个核弹遥控系统的这个奠基人，就不幸的过世了哈。然后还有一个魏正耀少将，他是军事资讯的这个科技专家，解放军网络空间部的某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员，这个魏正耀同事，他研究就是军事讯科技技术，多半。半个多世纪了，他在这条隐秘战线上默默耕耘，为中国建筑起网络安全，所以网络安全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也走了。然后吴德信是中国半导体的研究员，他也不见了。然后那个孙玉，通信技术的专家，然后他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遥控系统的这个研发，然后第一代洲际导弹飞行安全控制的这个系统的总设计，他也过世了。所以等于说，突然之间。为什么中国最近发生那么多怪事？而且哪有这么离奇的事情？从第一起3月20号到3月25号，对，这些都是院士对，然后就4个人都死掉，对，他们是很害怕习近平吗？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中国最近发生非常多怪事，很多科学家不见，然后很多这个专家也都不见了，还是说他们可能也卷入了某些事件，怎么样？我们不清楚。不过这都是一些怪事啊，所以我来说。这个中国发生怪事的时候，就代表说，其实里面有非常多原因值得我们好好的探究。田伟老师，我们刚刚讲马兴瑞为什么今天会突然落马？有人说什么跟贪腐是有关，第二什么跟万科，你房地产你一定要给人民一个解释，所以我把今天马兴瑞拿来做记起。对，马兴瑞这个事情绝对不是只有万科的事情而已，它是有更大的事情要藏在背后啊。你知道马兴瑞来讲的话，在他去年7月被拿掉这个所谓的新疆区的这个所谓的党委书记之后，然后呢，接下来就无声无息，然后突然间，当然有些会议他有参加，但是现在来讲的话，竟然在4月3号的时候，新华网宣布了，就是他接受所谓的中央纪委的一个检查，也就是所谓的监察调查。但是你仔细去看那些文字哦，我们知道说，现在这一届的政治局委员当中，已经有3名政治局委员落马了，一个就是张又侠。一个就是何卫东，然后另外就是现在这个马兴瑞，那这些都是封疆大吏，你知道吗？但是你看到这3个人来讲的话，事实上有些区别了。什么区别？你仔细看一下，张又侠他是经由什么？经由党中央的研究，你看他党中央研究之后，然后准备来进行对他调查，对不对？对，这张又侠。何卫东呢？何卫东来讲的话，是经由党中央的决定，也就是说，你看到马兴瑞，你有出现党中央3个字吗？他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对，也就是说，习近平没有调查他，是习近平的别人在调查他。也就是说，习近平要张又侠跟何卫东死，但是习近平并没有要马兴瑞死。而且你还看到马兴瑞现在的职务叫什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如果是中央就是在新华网那个地方来讲的话，他的写上中央的农村工作小组副组长的情况之下，跟之前的陈全国，也就是新疆党委书记，还有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这2位调回到中央之后，都给他这个职位，然后接下来就软着陆，也就是说没有事了。什么意思呢？就习近平为什么对马兴瑞那么好，对，而对张又侠跟何卫东没有那么好？对，其实关键就在彭丽媛。为什么是彭丽媛？现在搞出来了，就是说，因为马兴瑞的老婆，传出说一个叫荣丽嘛，对，马兴瑞的老婆荣丽是马兴瑞的弟弟马兴全的同班同学。那同班同学，然后嫁给马兴瑞之后呢，结果这个听说啊，目前来讲港媒都在传了，就这一个荣丽呢是什么？是政治局的保险一姐。
什么叫政治局的保险一减？他等于是在把所有政治局的夫人团啊，帮他们还有小孩都买保险。那买保险呢？听说他买了120张的保单，在香港买了120张保单，每一张保单基本上是600万港币起跳。哈，600万港币到1200万港币之间，这么贵的保单。然后他怎么买呢？他是一次性的把所有的20年的保单的这个费用全部一次缴清，缴清完之后呢，那就指定这个保单呢就是你的夫人团的名字或是你的小孩的名字。对。然后假设如果他们这些夫人想要或者是小孩想要卖掉这个保单，直接把这个钱就拿回来。这个就是典型的另外一种洗钱法，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讲就是卖国画、卖什么画画、卖什么艺术品啊，卖什么这个的青花瓷等等这些，但是事实上现在转型成另外一种，但是他到时候人家被问的时候就说是我自己买的保险啊，对啊，然后我跟他买保险而已啊，然后这样子啊，钱就转到这个所有的政治局的委员，听说啦，只有蔡奇的老婆没有接受，对，但是其他的老婆包含彭丽媛基本上都有受到这个荣利的这样的一个保单一解的这样的，大嫂团都把它顾好了。对，那现在问题是什么？从去年7月开始一直到现在，马兴瑞在广东的，以前他当过广东省长，对，他在广东底下的这些秘书，他后来去各个地方当所谓的政要来讲的话，基本上都被扫除了，就开始在调查了。然后马兴瑞在新疆的这一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官员也开始一个一个被减数了，所以这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在这半年来，马兴瑞基本上来讲的话还可以出席一些会议，但是到最后来讲，这个后面这1-2个月就不见了。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所以习近平等于是希望马兴瑞能够软着陆，而这当中来讲呢，会牵涉到更多的问题，什么问题？说不定他老婆彭丽媛也有问题啊。那这些保单来讲的话，所有夫人团每一个政治局委员都有问题，不是团灭吗？你的意思说，如果马兴瑞如果被抓，他就咬了出来的话，是那真的会出大事。那整个政治局24名委员，然后你们太除了习有近平自己本身来讲，说不定习近平自己也是整个全部被团灭，不是完蛋了吗？所以今天来讲的话，这个视同这个不是万科的事情而已啊，这是会牵动到国本的问题啊，会整个灭国的问题、灭党的问题啊。所以现在来讲，马兴瑞这个案子来讲，会处理了非常小心的问题在这里啊。否则来讲的话，你看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什么开发案或是一些什么样的案子而被整肃的，那个都很小事，那个基本上都是小事。但是马兴瑞这个案子特别在说，传出来这样的保单的这个交易，跟传出来所有夫人团都牵扯到关系的时候，这时候会引起整个中共内部政局的动荡，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慧玲姐，我们刚刚讲什么？如果真的起动荡的话，那中国真的是摇摇欲坠。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包括你的股市，包括什么？包括你的房市都出问题。现在中国人民是在压抑，到最后一道他压力过爆掉的时候就完蛋。为什么我会说爆掉？你看到这画面，这画面在哪里？这在江西的戒网瘾中心哦，叫孩子们不要去玩手机成瘾，结果竟然把这个学校这群学生们竟然把学校给砸了、翻了、炸了。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你没有看到学生全部都挤在那边啊？有的破窗破玻璃啦，有的是踹门啦。反正加起来10-20个，每一个人都想干嘛？踹出这里，离开这里，逃离这里。结果你看这画面，开了，门真的开了，终于开了。你看多少人在10几20个学员，一直跑，有没有？大家没命的往前跑，自由，这是我要的自由，抓狂了，因为被关在这里呀，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网络，对他们来讲，比没有东西吃还要来的痛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还才打骂式的教育。所以年轻人这一辈因为网络而反。但是我跟你讲，成年人的世界怎样？因为种种的压力，包括经济压力，包括生活的压力，也开始造反了，又开始宪中事件了。是宪中事件很可怕从3月16号到3月31号，也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你知道吗？竟然从北到北京、辽宁、湖北啦、南是海南、广东啊。都发生这样的宪中事件。你看，第一个在哪里呢？就是4号，辽宁省的这个沈阳市竟然发生什么？有人随机砍人啊！而且他这样一路砍了至少4-5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身首异处，你就知道多可怕，那下手之重。然后呢，但是没有画面出来，这个画面是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在哪里呢？在湖北这个武汉的画面。湖北武汉，自己真可怕，竟然怎么样？你知道吗？沿路乱砍，有没有看到？他也是拿着刀开始沿路乱砍然后有没有砍，就往他砍，
然后呢，他们就说这个人很可怕的是，他连续砍了这个不到7秒钟捅了4、5个人呐，总计加起来竟然有14、15个人被捅。哎，据说死了12个，吓死人，根本是恐怖攻击事件，你知道吗？然后呢，4名伤者送到医院都已经没有生命危险，才短短几天的时间，怎么会这样子？从北到南到处都有。再来，3月29号在北京市的房山区啊，一样啊，有人家之前有开那个就大车子啊去撞人群啊，结果他现在也是一样，你知道多名摊贩跟路人啊全部被撞倒在地上啊，据说这一次也造成10多人死伤哎。除了这个3月29号之外，你看3月26号，深圳也有随机砍人。心想，到底发生什么事？一件起来的，而且很可怕。深圳这个随机砍人竟然是个黑衣女子，她拿着刀狂砍啊，然后就砍，然后呢拍摄视频这个讲说，哎呀不要过去啊，不要过去啊，女的拿刀在砍人啊。一样在深圳一个叫龙岗区的龙城街哦，这也是啊在第2市场爱恋第2市场。这个也很可怕，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快递的京东快递的，他好像是跟那个点外卖的学生起了冲突，就直接捅啊，2名学生当场死亡，这是密集的社会性的一种。简单来讲，中国人对社会的一种报复哦，还有海南三亚，三亚你心想说应该是那种很高档玩游乐区啊，也发生数十名手持刀的青年对一家的便利商店后面的那个电动车一阵乱砍啊，那就心想说有没有搞错啊？你看到哇，这是黑帮吗？看起来好像又都是学生怎么是寻仇吗？那不管怎么样，结论就是暴力之气。所以啊，这一个外媒啊，他们就报道China's Revenge on Society 就是对于社会的一个报复啊，150死亡事件哦，看起来有没有逐年在增加？你看，你看2024年63起，2025年90起以上。2026年刚开始就已经慢慢起来了，是，你就想到说现在才2026年，我们刚刚提到5天5、6天而已就发生这么多起哦，所以由此可知哦，他们就开始讲2024年是个重大的一个引爆点。为什么2024年那一年特别多？经济衰退，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16%，然后房地产贬值啊，中产阶级的消失啊，最重要一件事情啊，你刚刚提到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没有办法解决，而且它很可怕一件事情是，有的甚至是所谓的这个无差别攻击，你也不是针对你的仇人，反正我就活腻了，我就是觉得不爽，我觉得这个社会亏欠我，然后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